Hello，大家好，马上要过春节了，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都快要过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新年还没有到呢。那从心理上，中国人一直是觉得只有过了春节，才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有的时候呢，其实过完新年、过完春节以后呢，都快要到3月了。3月又是我的生日，生日过完呢，就开始期盼五一。五一就是5月1号国际劳动节，在中国呢，劳动节我们放7天。五一过后呢，就开始期盼10月1号，中国的国庆节，我们又可以放7天的假。然后11过后呢，就开始期盼新年，所以一年一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但是年纪越大，觉得时间过得越快。要过年了，当然会觉得很开心。那之前呢，我在 Chit Chat in Chinese 中呢跟大家提到过，虽然在加拿大过年没有什么年味，但是因为今年我的表姐会来跟我一起过节，所以呢还是非常期待的。但是最近呢，有一则新闻真的让我非常的揪心。揪心的揪，是一个动词，那揪呢就表示紧紧抓住什么东西。那比如说我揪着自己的衣服，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揪，我紧紧的抓住我的衣服。那揪心呢，就是有什么东西紧紧的抓住你的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什么东西紧紧的抓住你的心，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呢就用揪心这个词来表示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或者说非常的难过。这个让我也让很多人揪心的新闻呢，就是加拿大一个5岁的中国男孩得了甲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3天内，他的器官就衰竭了。现在呢，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这个男孩只能靠着呼吸机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最早看到这个消息呢，其实是在小红书上。这个男孩的爸爸在小红书上呢发了一个帖子，说他自己恨甲流，恨加拿大的医疗，也恨自己。这位爸爸说，这个男孩呢，在今年1月10号刚刚过完自己5岁的生日，然后在1月11号的晚上呢，就开始有一点咳嗽和发烧。当时呢，温度并不是很高，是38度，就是他的发烧的那个温度是38度。那他的爸爸呢，就给他吃了一片退烧片。睡了一觉以后，第二天呢，也就是1月12号，这个男孩呢，就基本已经不发烧了，只是有一点咳嗽。但是他的爸爸还是不太放心，为了保险起见呢，就带孩子去了一个诊所看医生。那当时在诊所里面等了2个小时左右呢，有一位医生出来，然后用听诊器听了一下以后，就跟爸爸说，你的孩子得了肺炎，然后开了药，回家以后就根据医生的要求吃了这个药，但是发现呢，儿子还是有一点发烧，所以他的爸爸也又给他吃了一片退烧药。那之后呢，到了晚上以后，孩子就没有再发烧了，而且呢，还吃了东西，还自己玩了一会儿。9点钟左右呢，他的爸爸就让他去睡觉了。本来以为一切都正常了。
没想到睡到晚上10点钟左右呢，他爸爸就发现孩子有一点发抖，而且孩子自己也说，觉得很冷。那他的爸爸就抱着孩子，就发现他的手脚呢都非常的凉。然后过了没一会儿呢，这个孩子就一下子烧到了40多度。就是他的高烧，就是发烧，一下子烧到了40多度。那他的爸爸呢，赶紧又给他吃了一片退烧药，希望能够把烧退下去。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半个小时以后呢，这个孩子就开始抽搐。爸爸当时呢就觉得情况不对，所以就赶紧开车把孩子送到了急诊室。等他们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12点了。然后爸爸就拿了号，开始排队等见医生。那当时呢，这个孩子的神志有一点不太清楚，但是基本的交流还是可以的。那他的爸爸因为很着急，就跟医生交流了几次，希望能够先看病，就是希望医生能够快点给自己的孩子看病，但是呢都被拒绝了。然后一直等了，他们又等了1个半小时，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的1点半左右呢，还没有轮到他们。那这个孩子呢，突然又开始抽搐。这个时候呢，医生就跑出来看了一眼，赶紧就把孩子带进去，开始治疗或者开始检查。可能真的是太晚了。那这个孩子呢，就是情况就特别的糟糕，然后现在呢就只能靠着呼吸机来维持生命。那医生呢也说已经没有办法再治疗了，所以等于说是放弃治疗了。看到这样的事情呢，真的让人非常的难过，希望有奇迹可以发生，这个孩子呢能够慢慢的好起来。那我其实有看到很多人在吐槽加拿大的医疗效率啊。那之前也有看到好几个新闻是关于有些人他等待就在医院等待的时间太长而延误治疗的事情。那每一次呢，我都会担心，等到我自己老了，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应该回中国呢，还是应该待在加拿大？我觉得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呢，加拿大的医疗肯定是要比中国好的。但是我在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对这样的说法有一个疑问。当然我不能说我自己很了解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所以呢，我只是说我自己在这里的经历。那我在3年前吧，也有一次去加拿大急诊室的经历。那当时呢，我到了急诊室，就会有一个护士先来问你，你为什么来急诊室啊？然后你到底是什么病啊？或者说你的症状是什么？那他就会对你的病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记录。然后他也会问你，比如说你身体某个地方很疼的话，他会问你的疼痛等级，1级到10级，你是几级？那医生呢，这个护士呢，就会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安排你见医生的时间。如果你非常严重，那当然你比较快就能见到医生。那如果你并不是特别严重，你就会需要等很久。当时我记得呢，我是中午的时候进的急诊室，然后等我到家呢，都已经11点多了，也就是说我在那儿基本上就等了整整半天。在去年5月底的时候呢，我因为胃炎，去看过医生。这件事情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过。然后当时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一个胃镜检查。
那他说等到时间到了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检查的时间。但是他当时呢就跟我讲，可能你会需要等几个月，因为排队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就很长。但是到现在到今天我都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来告诉我你可以去做胃镜了。然后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半年多过去了吧，我都没有接到过任何的电话。那我妈妈就跟我说，如果实在等不到呢，就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再去约一个胃镜。其实在我2023年底回国的时候呢，我做过一个胃镜的检查。那当时在中国的医院预约一个胃镜，医生是告诉我1个星期以后你可以去做胃镜。那在中国呢，大部分的，比如说你预约一个检查，你预约一个手术，都不需要等待太久的。那很多检查你甚至是当天就可以做，当天就可以出报告。你们都知道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医院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怎么可以做到效率这么高的。不管怎么样，还是祈祷那个男孩可以好起来。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期盼、期待和盼望。孩子期盼着快点长大，老人期盼着时间可以慢一些。他期盼他的女朋友可以回心转意，再次回到他的身边。我期盼有一天从蒙特利尔回上海可以有直航。揪心，非常担心、焦虑或痛苦。这个新闻让人非常揪心。他无法排遣那些令他揪心的事。放弃，丢掉不要，不再坚持权利、意见、希望等。人生总是充满希望，不要轻易放弃。他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决定留在中国发展。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坚持。维持，保持，使保持原样。他靠药物维持生命。这个餐馆生意很差，看样子很难维持下去了。吐槽，嘲讽，抱怨。他总是在我面前吐槽他的老板抠门。很多人吐槽加拿大冬天糟糕的天气。延误，拖延，耽误。惊天大雾造成很多航班都延误了。他因为工作而延误了治疗。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你们可以去我的 Patreon 上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我在 Patreon 上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